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盖伦绝后哥的一个上单出装符文搭配。这盖伦出装的话，就前期是以输出半肉为主，然后后期的话补那种破盾装备，然后破剑者带线，然后去支援队友为主。盖伦的话，他的玩法没办法的，他的团战能力一定是没有一些英雄那么强。打格温的话，还是得做那个法抗鞋，不然你前期打不过他。前期利用先吃到兵线，优先升2级。对面的话又选择卡线。这里给个沉默，再 A 一下吧。对方格温的话，这种卡线，你就只能说去利用自己血量的状态，去把自己的那个兵线清一下，不然的话亏兵线还是前期还是不太能接受的。就吃不到的话，也要稳一下这兵线。像6分钟的话，还是得注意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线的话开始回推线了。回推线的话，尽量先不要跟他打架，把自己的血量抬上来。盖伦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回血能力。这里的话不要犹豫，直接交闪现拉出来，对方直接交大招，想越塔的盲王在附近，所以可以让盲王过来直接打。但盲王的话，感觉有点烈这样子吧。打断一下对方，盲王有大招，这种情况下直接大招劈，帮盲王拿到2个人头。就找机会就好了，不一定说要一路打到底。这里的话，这个兵线是不能吃的。刚刚视野里面看到了一下对面的中单过来。你看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就互换，就中路跑去上路，然后再回家。不让对方回。你想过来帮那个上单，不让你回，对吧？对面没蓝的，其实可以打。中路的话有那个瑞兹压着对方，这样子先等一下，让他回了。对面格温现在往这边靠，你看到他们之间的配合，就巅峰赛，现在巅峰赛都是高手在那玩。对象想回家，短时间的话是不可能让你回的，反正骚扰一下你。这里的话直接卡个线，
人教人啊，一遍不会是吧？事教人一遍就会，嘿嘿。就是你教我卡线是吧？我也卡你线。但这里的话必须得回家补装备了，不然下一波团根本就打不了啊。这里的话是先把鞋子做出来，鞋子的优先级是高过很多的。就他有鞋子，你没鞋子，你追的话不好追他。然后他拉扯你的时候，你也拉扯不过他。打格温的话啊，带征服者还是蛮不错的。但三绿是必带的哈，这玩意也不用说。破剑就是那个什么爆破的话看个人咯。如果你喜欢推塔吃经济，那你就带爆破；如果你觉得无所谓，就没必要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想打龙，直接跑来下路支援队友，看对方敢不敢打，不怕的，自己血量完全很健康，找到对面射手，一顿乱劈，规避对方伤害。格温就让他猜呗，没办法的。如果这里给他对面拿到龙，其实后期没那么好打，就不想给对方经济。这打野的话知道会上去。这里下路有盖伦在，能吃很多伤害。这里闪现过来一个劈，对面射手直接死掉，然后顺便把对面中单给赚死了。这样的话龙也有了，但蛮王被对面单杀了，这太过分了吧？这样的话，瑞兹又把对面换掉，对面辅助拿人头是肯定是这边赚的哈。对面这边是 C 位拿人头，其实盖伦的话可以多让一些人头出去，就对他来说人头的就是经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，让队友拿头优势会更大一些。这里队友打起来了，可能回不了吧？哇，这个。打野的话有点摆烂，我感觉。其实已经帮了这个打野帮了很多了，但反倒是个白野自己神奇操作不领情。那这样的话，把高地塔一拆，好了，前期拿到优势全送完了。其实蛮王不去上路，然后来小龙这边，小龙都能拿得到，然后再回去上路去拿先锋就可以。上路一塔其实跟格温这样子去对拼的话，做了那个峡谷收集者以后，盖伦是打不过他的。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没招了，下路是有优势的。这种情况下就让蛮王去单带就好了。这种参团其实会害队友。对面开团吗？不敢开。
只是把先锋放出来撞了一下。这样的话，经济应该算是持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面是被推着2座塔嘛。这里派克劈空了，格温伤害很高，在团战里面游龙。其实这个塔可以点掉了，但没人点。进的大招是，可惜空了一发，不然可以2个都收掉。然后这里面选择做了死亡板甲，死亡板甲在上上个版本吧，就是上个的小版本，上个大版本的小版本里面 6.2 的小版本里面做到了增强，所以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你腿短的英雄啊，像波比啊，或者盖伦啊，或者还有那个诺手啊，都很适合做它。甚至是你玩的机器人，你玩法比较激进的话，需要高移速的话，也可以做它。但我机器人的话还是不太建议，更好的是那个打那个什么保护队友、保护 C 位会更好一些。对面包过来了，赶紧撤。会看到这里面有了死亡板甲，跑路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。这里中路找了波机会啊！大招的话，尽量是让对方减员，谁脆就劈谁，除非对方的那个肉是比较脆的肉，那可以就是说劈比较残血的肉，不是比较脆的肉，是比较残血的，血量比较低的肉，你就大招给到他就行，尽量能让对方减员，你的盖伦就在团战中就有作用了。这样的话，来这里直接帮马王砍伤，偷大龙，这边打野应该都还没反应过来。大龙有了。这种情况下必须得走，对面起码3个人在那里。这里也没有坐上车，但进的话，说实话，这进大招玩的不咋地，但他打团的时候拉扯还拉扯不错的。这样的话对面可能会包过来。掉龙，对方如果不回来守的话，这个外塔是已经有了。对方，大招劈出去，这霞直接死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外塔是有了。但想要推掉水晶的话是不太行。那边格温回来，伤害被抵消掉了。
然后对面双人路复活了，回家把装备做一下，做个破盾，这样的话大招的斩杀那些的话会更高一些。对面有护盾的话，也没有说，就是说关键时刻大招砍下去被对面护盾抬了一点血量，没死掉这种，避免这种情况出现。这里上来扛就有点不太理智了，扛了太多人的伤害了。马蜂王上去，大招没摁出来，直接死了。那这局的话，得往后拖一拖了。本来20分钟能结束的一局比赛，现在要拖到20分钟了嘛？那这样的话，中立资源，龙魂没了。哦，大龙没了。这样的话，哦，对面打野被秒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版本的镜很恐怖哈，这伤害不低。这里两边都被拉扯开了，那大龙守下来了。这里找对面的格温，大招直接劈，不要想着击不击杀，先把他打残，你就做到了，然后能让队友收到人头。这盖伦并不需要吃太多人头，大招能打残人是最好的。哦，原来后面那件也可以选择做这个神分，但看情况做了。但这局的话需要推进，所以做个破剑者。像那种对面手也很长，根本推不进去那种情况。做破剑者也是一个好，但如果说两边都打得很死，有来有回那种，那你就必须得做神分。这样的话，这里劈过来找到对面的 C 位打了个血量，但好像这波团不好打，就是说有点脱节了，不应该这么着急上。这画面似曾相识，在几分钟前一模一样是吧？哦，这里竟勾过来一个洛，直接秒掉。哇，这个洛勾的，这个派克勾的很刁钻呐、但可惜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。这边的话，队友杀掉另外两个，这把剑已经无敌了。这洛这个剑有点怂呀。刚刚应该是在装子弹，不然的话已经上前去 A 了。这里回头把这个峡谷收掉，对方现在才赶过来，应该时间是来不及的。后期的这里直接大宝剑
不给格温靠近的机会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方就直接投降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